好吧，柯文哲交保第二次交保又被这个高院撤销哈，那民众党就痛骂说这是证据薄弱，你还是要押人取供，你什么意思嘛？哦，到底有什么被羁押的道理？哦，高院让列出7个理由，就是你们中间之前曾经这个跟联络，那个跟这个联络，这个销毁，那个销毁，认为你们中间还是有这个很复杂的关系了啊。那黄珊珊也说，这场仗才真正开始。之前都不算，那只是暖身，现在才真正开始。说你单方面羞辱污蔑啊，那陶检因为上次这个跟郑文灿在庭上辩论很凶了，那郑文灿律师也很凶。那陶检就讲说，我的证据不是只有 Excel 哦，不是只有 Excel 档。陶检当时想说啊，陶检去打北检的耳光。陶检现在跟北检致歉了，所以小弟是为了反驳郑文灿的律师，他大概比较资浅了哈。那陶检小弟不是故意的，不是有意的，是一时情急就拿出来说我们证据很确凿，跟那个柯文哲的不一样的哦。那说柯文哲按证据可能不足了，所以呢，民进党也担心政治后坐力，尤其谢长廷又说证据你不够啊，等等等等哈。那而且谢长廷说戳中了不能说的秘密啊！来，谢长廷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先讲一下，刚刚因为世轩可能讲话太快，有些有点口误了。就是说，当时这个检察官并不是不起诉啊，这郑文灿他已经起诉了，而且也是求刑12年哈。认为说有贪污这个500万啊，所以确实这个我觉得该办就办了哈，当然不会有说因为分政治颜色，因为分政党的职位等等等等的，应该要有所不一样，完全不是哈。所以郑文灿的事情，我也不会看到民进党的人至今还在讲说，郑文灿应该要放出来啊，快点放出来，没事啊，无罪啊。我觉得这真的啊，相信司法，所以民众党一直陈水扁，你们这边有要求关回去啊？我没有参与那时代，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参与这对话。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至今民众党现在的意思是说，你看他认为证据不足就应该放人。问你证据不足是谁的认定？是你民众党认定，还是法官认定，还是你检察官？就是说，你今天民众党到底的角色是什么？你要扮演司法的裁判吗？你不是司法的裁判啊，对不对？那今天检察官为什么一直针对这方面要求抗告呢？就是因为他认为还有太多的疑点在外面。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橘子的事情，至今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民众党不敢要求或者强制要求橘子回来？橘子不是柯文哲的远房吗？橘子不是在台北市政府还做过实习生吗？不是柯文哲的随身吗？这个随身幕僚吗？这个都跟着柯文哲去各地的地方，连李文忠都公开出来讲，说在法庭上讲。说橘子有送钱，所以橘子经手钱，这不是赵怡翔来讲，说是柯文哲指示的了，这是李文忠去讲。那李文忠会不会知道？李文忠当然会知道，他是柯文哲账房啊。所以这个橘子确实有他的疑点在，他今天到哪里了都不知道。为什么柯文哲有这个纸条说金华 Orange 出国？柯文哲说，写错字了，不是 Orange 是 Arrange。大家觉得柯文哲英文好像没那么差哦。之前这个上节目的时候，英文这个很难拼的这种医学用语还拼得出来突然之间橘子不会写了，拼成 arrange， 但为什么前面写的精华这2个字嘛？所以是不是从中有一些沟通，有一些串供，从中要求橘子要先出国，钱去哪里了？这个目前都是问号啊。所以我是另外举个例子好了，现在已经很多人承认说钱有缴给这个柯文哲，起诉书里面就很多嘛。这个其他14笔都可以看得到嘛，包括说什么去市长室交易啦，去地下室交易，这些钱在哪里？这些钱监察院是找不到的哦。监察院申报看不到民众党有这方面的收入，政治现金也没有哦。那这些钱在哪里呢？先退1万步，不知道柯文哲是不是有图利，是不是有贪污，但这些钱在哪里呢？那你这些钱在哪里，不代表说检察官找不到柯文哲就无罪啊，就是应该是要厘清钱在哪里啊。那你钱还没有办法去厘清，甚至于橘子还在外面跑，那你检方当然会合理认为我该羁押，甚至于我该压下，避免说有串供会有其他的一些不当的通讯。来，世娟，我补充一下刚刚郑文灿的部分，刚才一点点口误。不是不起诉，而是最早的时候已经窃听到了郑文灿的通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把他牵结的人就是王俊立，也就是现在北检的这个检察长。好，所以我要补充一下。第二个，其实针对高院那7件，他所谓的7件事，我有很大的疑问。他使用113年、114年
很多的他们曾经联系过的，但那些时间点都是在柯文哲还没有被搜索之前，他们有对话有联系。现在已经是到4个月羁押完，连续开了2次的羁押庭后了。如果你是说他交保以后，这4个人有互相来往，那当然，那你这个羁押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他互相串供。可是今天状况不是如此，他是在柯文哲被搜索之前，他们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其实有一个点啦，就是因为高院特别提出来说，应小薇在侦查期间把跟沈庆金还有其他同案共犯的通话记录全部删除了，这就是灭证嘛。好，所以高院是特别点出来说，你看他就是在灭证。好，所以这个问题你如何把他们通通放出来？你现在通讯软体这么多，你如何解决？大概解决不了。通讯软体检察官能不能去查呢？Line 会配合，但是有一些像大家用什么Signal 或什么，其实现在都。而且葛树人还特别是用微信跟柯文哲联系。可是我觉得我最不懂的地方就在于说，因为针对这些事情，然后检察官也都问了这些人，他们有各自他们的说法，而且还交叉诘问，所以这一部分应该就算是一个法律认证的证词了。那即便之后再串供，照理来说，他的证词已经握在手上了，所以这部分的话呢，还会造成影响吗？那如果这样，所以北检这次抗告的理由有一个啊，对，他说柯文哲一出来就有证人改口供了，改证词了。北检这次其实就跟原本的证词有影响吗？我们律师大概都会主张说，因为在侦查阶段的证言呢，没有经过被告的交互诘问，所以不具备证据能力。对啊，好，所以大概尤其是在这个调查局的部分，基本上法院大概都不会采信啊。好，那可能就是要最多可能法官会采到说，好地检署的部分，然后地检署部分可能都会有很多激烈的攻防。像我最近办的一个案子，其实就可以看得到，很明显地检在调查局这个调查局问的话，然后当事人被告其实只是大概是这样，最后就变成当事人这样回答，所以调查局的笔录一般都会有问题。那高科技呢？因为现在高科技都那么高科技啊，那所以如果说高科技因此导致了就会串供的话，那代表说从此之后就没有人要放出来了。没有人担心说他们会用，我觉得说检察官也要用高科技的方式去跟局者联系，他们也担心。上周在法庭上，北院的法官讲了一句话，他对检察官讲了。他说：“如果柯文哲因为可能接触到这些人而要羁押的话，未来任何一个政府要员有看到这点，是不是全部都所有羁押？的官员都要被羁押？对，我觉得哈，就是说刚才讲说，他们出来，因为有几个关系人，那你会不会用 Line 啊，或者是这些那个通讯软体？如果按照这样的话，以后所有的案子啊，通都要继续压在里面，就不会有人出来了。你不可能说柯文哲他们用 Line， 那其他那个另外 A、另外 B 不用，所以我觉得这个理由，我觉得有些牵强。那另外就是橘子啊，到底该不该回来？我知道，因为民众党现在啊上上下下因为力挺柯文哲，但是因为橘子在海外确实留给包含你们的政敌，包含检方或者一些比较就是一些学者专家都会用这个理由来说，因为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在海外，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对民众党不利。但是我要特别提到啊。就说到底有没有双标？我今天还不是说政党，我举例啊，陈启玉啊，就是台盐的董事长，他有没有逃亡之余啊？他逃过耶，逃了快1个月哦，才自己来自首。他的掏空是11亿。好，如果你今天说柯文哲这些他的不当这个所得啊，不法所得1700万，陈启玉是11亿，他的交保金额是多少呢？150万。然后请问一下，你检方有抗告吗？没有啊，150万让他交保啊。那如果我按照这个标准，请问一下他会不会逃亡？他逃过给你看呢。好，再来看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金融罪犯哦都跑掉了哈，从之前的什么郭泽铭啊、朱国荣一堆啦，林炳文最近跑掉，他是什么呢？他是88会馆的洗钱大亨，他的洗钱是上百亿啊，他的交保金额多少？300万交保。然后300万交保之后，请问一下，检方有没有抗告？没有抗告啊，也认为他一定不会跑，结果他跑给你看。所以我一再讲说，今天我们看柯文哲案子，你可以讲1000个、100个理由，看起来言之成理。但是到陈启玉、到林炳文，他们没有什么证号，陈启玉有证啊，林炳文我也不晓得他蓝的、绿的、白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么重要的金融犯罪，请问一下，我们的司法标准又是什么呢？休息一下再回来。所以那些都被。
好，柯文哲昨天啊，这个开会啊，他这个请辞民进党主席啊，说大家都哭了，而且他也不愿意当这个荣誉党主席啊，就不要，统统不要了啊。他说我不要让司法程序模糊焦点哈。那另外呢，这个本来以前都讲说，这个阿贝不放弃，小草就不放弃了。他昨天把它反过来说，你们不放弃，阿贝就不会放弃，我就不会放弃哈。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昨天被指定为代理主席嘛，那所以呢，他这个满脸胡渣，今天显然昨天没有刮，今天没刮胡子了。他说昨天的情绪非常的浓厚哦，大家都这个情绪很激动了啊。那他现在要成立一个叫司法正义工作小组啊，要对司法的不正义啊展开这个行动啊。那很多人说，民主党最近呢这个退党了很多，他们说不是，昨天就有3000个人，这今天就有3000个人入党啊，所以呢还包括65岁的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等等哈，所以他们认为说，你看包括65岁的这个人也抢着入党啊，今天有3000个人这个加入民众党啊。所以呢，这个柯文哲希望2月1号党主席改选了，但是说农历年呢，在那个时候啊，所以大概不容易了哈。那今天另外一个案子也跑出来了啊，高虹安，因为高虹安高等法院决定呢说停止审判，要释宪，因为高等法院说呢，这个什么地方自治法了，让这个议员就他那个什么拿那个这个助理费啊，有200个被关起来，但是立法委员没有一个都没有，高虹安是第一个。那高虹安到底他是不是用地方自治法来办呢？有没有冲突呢？跟这个立法院的这个组织法啊，立法院组织条例吧，还是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32条第1项有没有违宪的争议？所以大法官那个高等法院要申请释宪，所以高虹安这不审。所以看起来高虹安这个案子搞不好还有救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说，从来没有立法委员用这条来办人家，你第一个用立法委员来办，只有办地方，只有议员会犯罪，立委没罪。它主要是跟地方自治法有关了啊。那所以呢，这个跟立法，你现在能不能用立法院组织法来办它？高等法院法官认为说呢，这是有争议的。不过另外是宪法法庭现在能不能开都不一定啊。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柯文哲的事。跟阿北虽然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没有碰面，那但是我们心里面在想的很多事情，其实不用太多的言语，我们彼此都知道，目标是相同的。延续柯文哲精神，包含元旦正式代理党魁这天，胸前也是别上 KP 和国旗徽章，承袭柯时期惯例。7点半开晨会，黄主席代理第1天成立新单位，替柯文哲声援。我们会在中央党部设立司法正义的工作小组。晨会上有党公职在白板写下柯文哲常讲的心存善念，尽力而为。虽然柯文哲正式请辞，但他向小草喊话，拜托不要退党。结果当晚就涌入支持者入党，还有不少人直接缴1万元党费，变终身党员。下午开始，一直到今天早上，光于这段时间，入党是3000位。还是要谢谢大家哈，一度有一点卡住了。柯文哲请辞，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任务也结束。柯文哲希望2月份可以完成党主席补选，在这之前，黄国昌先延续柯的惯例，留住支持者的心。那香龙，柯文哲被压的机会90%，以现在台北地检署跟高院之间。隔空眉来眼去的对话，来来回回已经两次了。就是说，地检署跟高院的新政或者他们隔空串供，其实就已经摆在那，就是大家呢互相的推来推去，最后的结果再推，顶多在1-2回，柯文哲被压的机会非常非常高，因为其他的条件都没有改变嘛。如果橘子很重要，橘子也没有回来。其他的人证物证呢，所有的这些笔录呢，都摆在那里，所以柯文哲要在外头过农历年的机会，大概我微乎其微。他一旦被压了之后，那会压很久啊，因为他是28.5年，10年以上15个月嘛，一审15个月，对，一审15个月，2审还可以15个月，
三审还可以9个月，三审换句话说，你进去了之后，基本上面大概就是压到案子完了，而且大概也预期你从高院跟地检署就是也不会有什么冤狱赔偿，就是就算你到时候呢刑期短一点抵掉就好了。许多在司法诉讼当中呢，法官、检察官的态度就是，反正到时候抵刑期嘛，压你刚刚好而已，办案的需要。可他没有回到一个，就是说，在过去，在我们强调司法人权的那个年代里面，特别是民进党的朋友们，会常常呢在司法教育当中告诉大家，就是说，以不压呢为原则，以压人呢为例外。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倾向于用压的方式。我常常看到检方提出来羁押理由，我不是针对柯文哲案，我常提到一些羁押的理由，就3个嘛，逃亡，然后串证，然后另外呢湮灭这证据。其实逃亡比较容易，虽然对柯文哲这种来讲不容易，可是其实在现代科技来讲，要灭证不容易，要串证更不容易。我还真，当然我接触司法案件没有这么多了，可是串证很容易吗？以我们念政治学里面呢最常讨论的所谓的囚犯困境，囚犯困境呢就是告诉你串证，你串证干嘛？其实法官或者检察官在办案的手段上面，不能够在法条当中呢，因为有逃亡之余。有灭证之余，有串供之余，那个余呢，就是检察官的胡思乱想的意思，就是检察官觉得我就是怀疑你，他不需要更多的理由，他可以凭着他的心证的那个余，一旦他余到你了，那你就很麻烦了。所以在现实的法律的实务上面，一旦呢一件事情洞见观瞻的时候，我们就得要去怀疑，就是检察官或者法官他本身在心证在裁量上面的时候，他到底心够不够平？我们过去只能够呢相信司法，但是呢难度呢是很高的。那橘子如果不回来怎么？我常常讲橘子很重要吗？当然他说橘子是送钱的人。你有没有看到陈水扁的案子里面送钱的人是谁？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党主席、每一个总统重要的候选人在选举的时候？陈信妤呢可以出来讲说，你们谁没有拿过爸爸的钱？结果他爸爸的钱是怎么给的？是谁在送钱的？谁在呢传唤的时候呢，告诉他我后车厢里面呢，常常的放着呢一叠的几百万的现金，我到哪里的时候就200万给谁？是谁？那个人压了没有？你看了没有？没有啊。那好，那就算是橘子没有回来，我想我们举例一个比较极端的，今天如果有某一个证人像是橘子这种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见了，那这个案子还要不要办？就是如果说因为某一个证人，你认为他很重要，如果他很重要，那你的起诉书是怎么写的？因为他没有回来呀。但是如果说呢，如果这个人这么重要，跟之后的案子呢，你认为又息息相关，所以非压不可。但这个人如果没有了，那这个案子接下去怎么走？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已经把政治放在呢非常的前面。我现在在看这种，只是说我们在每次呢在面对到羁押的时候的那个逃亡、灭证、串供。当然，这我很主观了。我说以现在的科技来讲，只要你在手机上面印小微，就算把那东西全部删掉了，怎么样？没有东西不能还原的。对。今天呢，就算是串供，你认为串供很容易吗？2个人串好供之后，今天呢，法官再问的时候，其实那个只要跟你原来口供一比的时候呢，你改变说法可以啊，改变说法的时候是要有理由的，否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囚犯困境又不是假的。现在逃亡人蛮多，倒是真的。来说话你怎么看？先讲这个橘子的角色哈，在北检认为哈，橘子居然经手了这么多钱哈，譬如说柯文哲从 A 拿了钱以后就会交给橘子，从 B 拿了钱以后交给橘子哈，所以北检当然会推定说，那他从沈庆京那边拿了钱以后，是不是也会交给橘子？我说北检心里面可能会这样认为，所以他认为橘子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好，可以去证实柯还从谁手上拿了这个钱呢？我觉得这是北检一直认为要把橘子
找回来的原因哈。那如果在柯文哲的嘴里，他只是个爱玩的孩子的时候，在民众党的嘴里，他是不重要的人的时候，其实真的可以把橘子找回来。好，有一个政党的保护，他不会怎么样的哦。如果他真的没有干什么事的话，我觉得橘子不回来，对柯文哲来说会是个硬伤哈。那今天其实我也不主张北检在一直抗告，我认为是多此一举。我认为地院的法官哈，就是没有要压柯文哲啦哈，即便高院一直裁回，为什么地院法官不想承受这个压力啦？我也问过一些法界的朋友，他就地院法官为什么要承受这个压力呢？啊，你看一下北检承受多大的压力啊，小草群众的压力啊，这个黄国昌啊立法委员的压力，然后铺天盖地媒体的压力啊。全部都在北检，反正北检去承受嘛。我地院压，如果现在接压的话，所有压力又到了北检。我们看到民众党现在连高院都质疑了，只因为高院发回啊重裁更裁，高院现在也有问题了。高院也是法院这个系统的耶啊，所以现在唯一没有压力的，唯一青天大老爷在民众党的眼里只有地院。所以地院为什么要接压呢？哈，所以地院来说，他就是等这个真的开庭的时候，大家直球对决再来哈，我就一直当青天大老爷嘛哈。所以我觉得你说民众党一直觉得说哈，司法介入哈，这个案件哈，司法介入政治，政治介入司法。可是现在何尝不也是吗？地院他现在全部都拒保哈，他是不是也是承受压力？我也不晓得，因为我看他拒保的条件也是非常奇怪，说政治人物不一定有实质的影响力。可是你看到我们北检提出的新闻资料里面，今年的4月28号，柯文哲打电话给陈世明前秘书长，要他把金华城的资料全部提供一份给他，还有给陈志涵，这就是实质影响力啊！为什么是4月28号？因为我们台北市议会4月24号成立议会的专案调查小组，4月28号市长就打电话给他的前秘书长陈世明，现在还是台北市政府的高阶文官啊，你把所有都委会的资料给我整理好，提供一份给我，也同时提供一份给陈志涵。什么叫实质影响力？他有4席的台北市议员在台北市议会，随时可以索知。所以那4席的议员每次都说，我们是索知来的啊，这些资料都是我们去跟台北市政府索知，然后提供给党中央的啊。所以为什么不能要？可以啊，因为他们是市议员，他们可以索知，而且他们可以加入专案调查小组，然后随时把调查小组里面的资料提供给党中央，而且可以代表专案调查组到调查小组里面去提问题，这些当然都叫实质影响力啊。不，基本上呢，检察官办你哦，就希望把你起诉了。他的工作嘛，就像那个税官呢，国税局要去查你税，他不从你那边弄搞一些税进来，就不，他一定怎么样，你再守法，他都要想办法从里面给你搞几个，把你剔除掉一些东西。那是因为这个案子很清楚了，检察官心态我们也可以了解了。你柯文哲为什么要对小沈这么好？郝龙斌的时候坚持392啊，你为什么给到800多？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你中间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会给他这么好吗？好，你在外面骂检察官，说你证据不足，你越骂他越气。他什么？我证据不足，我证据为什么不足呢？因为橘子在外面啊，关键证人不在啊，我当然要把他压起来，不让压，还让你们外面继续串吗？他会回来压起来，把橘子弄回来，然后才有可能让我证据更确凿啊，不是这意思吗？所以你现在骂他证据不足，他更要把你压起来。他不压你，让你在外面搞，那不是将来证据更不足吗？橘子在海外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啊，护照被取来不知道。就检察官他的怀疑是合理的。你柯文哲为什么要对小沈这么好？到现在没讲出个理由来啊，只是说你们只讲他证据不足，证据不足他就更要把你压起来。来，律师。没有啦，我就是再补一句话，就是高院其实讲的重点是，你不是有逃亡，不是有灭证之余，你是有灭证之实。你已经把相关的字条嘎掉了，你把相关的简讯删掉了，你有灭证之实，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可以不压吗？我觉得高院是这个意思。休息一下就回来。宜兰县林之妙是台湾司法被政治绑架，要继续上诉。我没罪，非常难过，非常痛心。为什么把我判得这么重？就是他很多事情事后就是起诉以后，律师跟他讲，他才懂说啊，这个有事，那个也有事。那内政部重申，因为这个吴宗宪委员有说了说图利罪5年
以上，2审有罪才要停止。他这个什么财产不明什么，那这2年判2年很轻的、啊，怎么又给他停止了？哦，那内政部就说这是依法行政啊，法律就是这样啊，除非你们修法或是去干嘛，在打非常上诉啊，还是要去这个行政诉讼啊。那另外呢，我们看林姿妙主要是公务员图利判他7年，本来就检察官是要求说用行贿的，那证据不足嘛，哦，所以呢，原来要求是这1倍以上啊，是20几年了，哦，那现在是12年6个月，就是说你不能用行贿，就不能用受贿，就用图利罪办你，哦，那而且图多少钱呢？100多万，再加上什么要拆那个竞选总部，不拆那个竞选部，所以大概200万不到。而且这个钱也不是拿去，也不是给对方，说因为农地的增值税，然后去给韩国瑜做竞选总部，跟他自己做竞选总部，所以因此呢，就图利这么多钱，哦，然后呢，你要拆要钱啊，你现在不拆又可以这个省了一笔钱，这不但把你加上去，哦，那财产来源不明，有权徒刑2年这个6个月，哦，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3年6个月是说洗钱呐，啊，所以那个钱洗钱啊。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宜兰县当然就变成烽火漫天了，蓝绿白都要抢这个县长，民进党认为那是民主圣地，怎么可以丢掉哦？所以呢，绿其实早就在部署了哈。那白呢就是陈婉慧啊，他上次选过1次哈。那蓝呢就是吴宗宪啊，因为他宜兰人啊，他最近也常跑这个宜兰哈。那问吴宗宪，他说我积极努力就对了啊，反正请走嘛。那另外陈婉慧也说民意基础啊，到时候看大家支不支持我们看一下。我呢无做歹代志，我实实在在非常感谢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大山喊冤，因为对判决林姿妙不服气，要投3手有心灵。打诉讼保官位，而且2审若改判无罪，林姿妙则能复职。只是吴宗宪的力挺会不会跟自己的下一步有关？毕竟吴宗宪被点名是下届蓝营县长人选。至于民众党的陈婉慧，上次立委选举第3高票会不会卷土重来？看看升旗现场，陈婉慧也受邀。主席给我的这个任务就是继续经营宜兰这个地方。2026虽然还有一段时间，然后我想目前的这个朝野的这个对立的状况也还非常的一个严重哈，我想接下来还会有非常多的变化。选举还有近2年，双方都不先底牌，或许也在保留合作空间。那律师怎么看这个案？就是地方制度法第78条的确说啦，你如果不是原则上你是内乱外患、贪污治罪条例的或组织犯罪条例才会说要停止，但是例外的情况说，如果是判了有期，就是最轻本刑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好，经过1审判处有罪的话，也是可以停止的啦。哈，那但是的确这个案子感觉我的印象，它金额似乎不太大。好，然后我的印象是，它就是一个土地增值税的争议，要不要收了？对，要不要收？然后农民陈情了，他们就是大概就是认为说合道理就没有收了。对，然后这个事情，然后要用到要判，我觉得这个案子判有罪，甚至停职，我是觉得有点牵强啦。好，那当然，因为这个案子我没有实质参与，所以没办法去做判断。但是我觉得地方自治在这个情况下的确就会受影响嘛。好，其实好不容易选出来一个县长，就把人家停止了。对，那当然蓝绿这么小的事情，对啊，那蓝绿这边可能就是，我想下一次在补选县长的时候，可能就非常对国民党就不利了啦。洪伟，其实我们从高虹安到林姿妙，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县长，现在也是被起诉啊，新竹县。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司法案件呢，突然就是一下子就定生死。那所以，在我们现在很多要选县市长的一些委员啊，私底下讲说啊，好不容易选上了啊，马上可能对啊，可能先要罢免，对不对？立刻要投入第2场的选举，然后不然的话呢，就是像这样的司法办案。比如说以林姿妙来讲，宜兰县呢，你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如果说今天这个县长他的图利，这个100多万，好。然后因此而停职，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大家都会觉得说，是不是等于说这样的一个案件有没有就是一些政治性的这些考量在里面？
这个就像那个林姿妙也认为说啊，他这也是政治迫害，所以他一定上诉到底。那只是他现在就立刻被停职。那对我们来讲，因为林姿妙一旦被停职，我们就必须去考虑在下一次的这个县长的候选人的问题。因为林姿妙本身他也已经是第2届了。那所以在之前大家声音也很多嘛。那现在大家看到吴宗宪委员，老讲他其实他最近因为眼睛受伤，右眼受伤，那他开了一个手术。那我看他现在还立刻去勤跑这个宜兰的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在这个时候真的有点风雨飘摇啊，他如果他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是很不容易的。那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像。我立刻就会收到说啊，那你们应该支持陈婉慧啊。其实我觉得陈婉慧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立委。老讲，我当时也不知道，民众党的这个当时柯文哲怎么想法。其实我觉得包含陈婉慧，因为他当时是补上来的，他好像是补蔡壁如，所以他的任期很短，但是呢，他表现非常亮眼。可是他立刻呢就没了。就给他丢到宜兰让他去选那个宜兰县立委，那时候好像选立委。对不对？那个萨卡都最后就也没有，就让他在那边去耕耘宜兰。所以我觉得晚会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立法委员。那但是呢，比如说在县市长的选举，我们必须考虑到地方的接受度。好，这种有时候不是。我们不能什么都从台北看天下了哈，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说，第一个林姿妙他去争取他司法上的清白，就如同柯文哲一样，这是他的权利啊。那但是呢，现在的宜兰的一个政治的现实，那我觉得晚会也去勤跑，然后吴宗宪也去勤跑，但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最后一定要有一些合作啦，一定要有一些整合。先跑吧，大家先努力跑，再整合。来，那轩。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了就是说，对于林姿妙来说，你说因为地价税的关系，然后呢，到底它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是不是说它真的是因为你就随便把这个政府的公权力拿来随便的施予小惠给别人？那听起来好像真的是有问题。但是呢，他的辩解就在于说，他说这个东西部分你当初课征人家就有问题。那我就说好，这个121万，我不相信其他的县市长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吗？但是。偏就是对于林姿妙来说，他可能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让他吃上12年的官司，而且立即的停职。不过他当然提职是因为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因为从这个案子去衍生出来的到那个地方，而且你去看那个财产来源不明罪本来他们是就是很坚持说他是贪污，说他有7000多万元都是贪污所得，但后来发现他原来中间4000多万是债务，你知道吗？他真的是还他先生债，来回还债。对，所以还就代表说这个是所有的人都出来告诉你说。我真的是因为他跟我借钱对借贷关系，然后他还我钱，不是我们贪污，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法官的想当然尔，这个心证实在是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所有的县市长在有关于类似这种地价税也好，就是说呢给别人方便也好，这件事情通通都是有罪。OK， 那我觉得大家就一视同仁，此后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县市长来说，所有的公权力都要牢牢握在手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所谓的便民，好，或者说你这个就叫做贪污。那我觉得这份就是很清楚。所以同样的，跟我们刚刚讲柯文哲也一样，柯文哲状况，我刚会问那些问题，问叶委员叶律师，原因就在于说，过去我们都被。教育也好，或是被讨论之后，觉得说羁押这件事情是权力越小越好，尽可能要保障人家人权，而且呢，通常羁押是在侦查期间，一旦起诉，基本上你就得放人。所以原则上是这个样子，但现在那个是在过去是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他就这样讲，因为他认为检察官背后有个法务部，法务部背后有个国民党执政，所以他认为有很多当中呢是政治过度的让这个司法权力扩张，所以他们的要求要节制，再节制。那为什么当民进党执政之后就要不断的放大、再放大？听起来所有的检察官要求不断的抗告、要求羁押，就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一个要求呢？所以我觉得这份反映出来就是都是一个不公平。不公平原因在哪里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天林姿妙这个状况，其实赖清德到过地方，他去过宜兰，想要去部署有关于宜兰县长选举这件事情，就你就让他觉得说，哦，原来林姿妙背后有民进党想要夺回政权这样的考量。那同样的，对柯文哲来说也是一样，民众党今天如果土崩瓦解，如果阿贝从此之后政治生命
这个结束。那对他来说的话，他可以去收割很多的小草，他可能可以重新的掌握这个年轻人的选票。所以我觉得，当他在一些政治当中的说法不清、混淆进司法的时候，而且呢，他的整个的说法跟立场前后，在他过去在野的时候，跟他现在执政的时候说法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很多觉得因为不公平，背后是不是有政治操作的嫌疑存在？林姿妙的这个案子已经走很久，那反反复复呢，其实有关于它的内容，我们只能够说他比柯文哲的这件事情更没有说服力的新政在里头，就是似乎呢法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其实以我个人对于呢就林姿妙这个案子的观察，林姿妙所有被指控的部分呢，每个段落几乎都是可解释的。那这些可解释的，那就在法官的就在这个检方求刑的部分。所以为什么许多的这种案件，它最后呢都会变成是一种的政治解读？这对台湾呢是非常不好的。就太多的政治解读，使得我们政治人这么多政治在场也许多的民意代表选的时候呢非常的辛苦，可是选完了之后啊，我相信一定有相当程度的焦虑感，会很担心呢自己不小心呢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踩到了地雷，就踩雷了之后，那可不是一般的新闻性的问题，而是司法对待的问题。你要管一个办公室，你外头有很多的事情，这些什么时候会在哪个小地方会大做文章，你不知道，或者某一些呢行之有年的一些的操作的方式，我也遇到过一些民意代表，他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觉得大家不都这样做吗？我也没有去问啊，就这样做，大家行之有年。所以我们在譬如说我们今天刚刚在讨论限速法的时候呢，要提复议的，要反对这些限速法的，总是会告诉你说，你看人家日本是怎么样，你看人家美国是怎么样，你看德国是怎么样，会觉得其他国家如何，所以我们呢也应该如何。可是类似呢这种的，就是说积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比照一下？就是那人家是怎么做？其实法律这种东西，当你要做呢跨国的引用跟比较，它本身呢就已经存在的风险。我刚刚之所以一直提这个问题，我不是说柯文哲没有事，柯文哲有没有事？以台湾现在呢对图利罪的定义之宽，如果类似的情况在美国，可能都没有事。甚至大家会觉得哇，你马斯克真棒，官商勾结勾得这么好，你只花了1-2亿，结果你捞了几千亿，大家可能还会肯定他。每个人捧着钱呢，去海湖庄园里面呢，想要呢为他呢去祝寿，为他呢去办活动，大家都觉得哇，你们这商人真是聪明，都在押宝，不会有人去想图利这件事情。川普今天呢，把最好的职位给马斯克，给谁也不会有人觉得是图利。我不是说美国那样做是对的，我是说类似这种的认定本身跟你的政治环境呢有很大的关联性。可是对羁押的行为，我们不是长时间最少我长时间我所得到的印象，或者我认为我们还在讲究人权的那个阶段的时候，都起诉了，为什么大家还在羁押的攻防上面不断的来回呢？不是都起诉了吗？休息了再回来。好，那么原民台一个标案呢，那现在被做废标了哈。那这个说到底怎么回事变成废标？王宏威就说这苏巧慧呢，这个一门豪杰去搞这东西哈。那苏巧慧就说呢，有乌龙同事很困扰啊。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哈？那基本上呢，这个原民台有这个案子不小，1.2亿哈。那这个好像这个苏巧慧称先生只是担任评审。那王宏威就是说，看评审不看资料，主要是2套剧本高度重复了。就他这个通过的剧本跟以前的剧本，这个大致文字大量相同。109年有一个剧本，113年有一个剧本，结果呢发觉呢，这个剧情的结构一样，人物名称相同，等等比如他就把这个相同的地方标出来，几乎都是一样的东西啊。那这个标案的评审龙儿、以萨克、凡雅斯，这是刚好是苏巧慧的先生，那是原前民台的节目的经理哈。
那所以呢，这个案子现在王宏威提出来以后呢，他们原民台本来说没有啊，没有问题啊，等等，后来要把它废标了哈。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苏巧慧，你是不是翻车翻昏过去了？你是翻昏过去，语无伦次，胡说八道。炮火猛烈对准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续追原文会议员标案，痛批最终废标是黑箱作业，直呼苏巧慧当初护航根本翻车。他这个案子在决标之后，然后决定出来废标，因为这个案子弊端重重，1.2亿元的标案最后废标，你的调查报告是什么？不提供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政府可以黑箱到这种程度。本案中，我先生评分第1的厂商在第1轮就已经被淘汰掉，第2轮有2家平手的厂商抽签决定最后的结果，他没有参与任何行政作业。去年10月，王宏威就揭露原文会标案疑似有弊端，还涉嫌抄袭，而这个标案的评审就是苏巧慧的丈夫龙南。当初苏巧慧说案子没有问题，如今王宏威公布原文会废标公告，喊话苏，难道还要继续为标案背书吗？对此，苏巧慧立刻发新闻稿回击，不要用他的名字来骗点阅率。王宏威强调下一步会把资料提供给监察院依法查办，而截稿前原文会没有回应。不过标案也意外让2个女人在2025开工第1天点燃战火。到底怎么回事？其实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子，就是109年原民台它有一个标案，它是一个叫做剧本的采购案，那个是69万。那没想到时隔几年，在113年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案子变成是一个剧集的一个采购案。那这剧集采购案就整个的标案暴增到1.2亿，那里面竟然还是有剧本采购案。好，假使你这个剧本是另外独立的都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它这里面的剧本跟109年的这个剧本，事实上是高度重复，而且里面参与的人也高度重复，所以这个案子就是大有问题。那苏巧慧委员呢，他的先生呢是担任113年这个标案1.2亿标案的评审委员。那在去年11月14号，那么我开记者会踢爆这件事情之后呢，苏巧慧为了要维护她的先生说她先生没有问题，然后她说王宏威翻车，而且说这个案子没有问题。那但是在我整个把它爆发之后，那事实上因为原民会自己知道理亏，而且是也有这些厂商在质疑说，为什么你一个采购案可以剧本完全的几乎都高度的重复，这个案子难道没有问题吗？结果原民会呢就偷偷摸摸把它废标了，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我们办公室一直去跟他那个调资料，就说你的调查报告是什么？那你怎么处理这个标案？原民会还有原民电视台拒不提供，他竟然都不提供就是黑箱作业，然后偷偷摸摸呢再发函给那个各投标厂商说这个案子废标了。请问一下，一个绝标案子你为什么要废标？就是有问题呀。那所以我要问苏巧慧的就是，你今天一心想要把你先生切割掉，奇怪，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一直来监督什么？监督一个在野党的委员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去监督过原民会这个标案是不是出了问题啊？你为什么一直帮他护航呢？其实老实说了，因为苏巧慧的先生，他其实在原民会很多的标案里面，他都当评审委员。那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今天你自己当立法委员，你先生长期都是在政府的机关里面，而且在其中一个机关里面当评审委员。这样子是不是有瓜田李下？因为今天苏巧慧要针对我，那我就直接质问你：你们家是不是一门豪杰？记不记得你爸爸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你的妹妹苏巧纯23设计，然后去标政府的标案，不敢直接标，透过一个白手套去标案，最后也被人家踢爆了。你自己说你这个行政院长女儿不会去来标政府标案，结果透过白手套。所以我就说，今天到底你们家怎么会这么一门豪杰啊？
啊，不是当院长就是来标案，不然就当立法委员，不然就当政府标案的这个评审委员。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所有监督这些政府标案里面，很多都有一些政治人物后面的一些力量。那么，即便你身为民进党的委员，你应该去监督的是公部门的标案有没有问题嘛？从这个案子从头到尾，他不敢监督，难道只是因为你先生也是评审委员吗？我今天看了洪薇姐揭露了这个案子以后，我也去查了一下哈，沃土影像标了这个1.2亿的案子。大家知道我们公务机关在标案子的时候会看这些投标的厂商，第一个他过去有没有经验，他有没有精力可以承揽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案子，1.2亿，而且是拍剧集哦。可是我去看了这个沃土影像制作公司，他过去只标过3次政府的案子啊。3次，106年100多万，106万；108年43万，然后109年240万，而且那240万还是印刷而已啊。然后前面2次都是教学的影像的很小，几十万啊，几十万，然后240万是印刷，那何德何能突然可以变成去标原住民剧集，然后1.2亿的案子？那我如果是评审，我在打分数的时候，我绝对不敢给一个没有经验的，那一口气说，哎呀，我干嘛你这一次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我欣赏你，我是伯乐，突然给你1亿多的案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真的是太诡异了。来。我是觉得，如果当然这个政府标案，如果里面有一些重复的内容、重复的标案，再重新去申请，这当然是不好。其实我们在市议会也经常看到这个相关的政府机关，有时候为了这个便宜行事，有时候为了求简单，把过去1年的申请案，结果后来再复制贴上，把名字改一改、日期改一改，就再贴上去再重新申请，这当然我觉得是很不好的现象，应该要去。